看似老人摇头，实则老头摇人。多年以前，林火旺曾背着庙公前往新中村找寻自己的父母，在那里他发现了母亲留下的遗书，可中途却被鬼王拖进了棺材之中。幸得庙公摇来了曾孙二将，两位只杀不渡的狠角色，硬是冲进了鬼王大楼，一脚给他的棺材干开了线。谁让林火旺是神明的孩子呢？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最燃恐怖游戏打鬼。一转眼，时间来到9年后，一位名叫吕翠玲的学生来到了地藏庙。原本正在惬意喝茶的庙公，突然之间感受到了一阵可怕的煞气，连庙中的油灯都在震动。就在老爷子犹豫该不该摇头的时候，吕翠玲已经走了过来。原来他想请求庙公救救自己生命垂危的妹妹。见吕翠玲身上冤亲孽债太过深重，老爷子本想拒绝，但又于心不忍，于是便在菩萨面前致悲。好在根据菩萨的指示，吕翠玲妹妹的生命还有挽留的余地，那就是让她前往新中村寻找答案。可菩萨却不让庙公帮忙摇人，只有吕翠玲独自一人前往才能拯救自己的妹妹。就在当晚，翠玲来到了新中村，这里阴森可怖的环境让她不由得脊背发凉。但一想到生命垂危的妹妹，她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，向着村内走去。就算前方有黑影在动，她也闭着眼睛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。可惜的是，翠玲很快便遇见了游荡在村口的恶鬼。关键时刻，一位和她岁数相当的少年出现。少年没有丝毫惧色，仅凭一指便将恶鬼震飞。原来这个会魔法的少年正是已经长大的林火旺。他早就预感到翠玲会来到这里，所以才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之后，林火旺将翠玲带到了许道长曾经的住所，讲述了村中的遭遇。他也是在这里通过许道长留下的书籍自学的魔法，希望能够超度村里的亡魂，可却始终没有成功。好在火旺预感到会出现一位帮助他净化这里的贵人，而这个贵人正是翠玲。林火旺也发现了翠玲此行的目的，决定帮助她化解身上的孽债。为了让翠玲能够在这里自保，林火旺取下了全村最好的剑，但翠玲却因体质太弱无法使用，于是他请示了9天玄女。只见一阵金光从翠玲身上蔓延开来，红色的神装缓缓浮现。原来翠玲在上世名叫洛玄，曾供奉了9天玄女一生，这一身神装也算是玄女给她的回报。接着林火旺施展无量分身，让翠玲短时间内学会了剑法。因为翠玲的债毕竟需要自己去还，林火旺只能分灵跟随在她身边协助。于是武装到了牙齿的翠玲开始在村内寻找起了她的冤亲债主。在横着走的路上，翠玲发现一位魔道士正在前方等待自己。由于修炼的是魔道，这位魔道士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他早已知道翠玲会来到这里，再加上因为一个交易，所以他必须要取翠玲的性命。魔道士果然也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他很快便发现了林火旺的存在，掐动手中的坤指一算，就知道了林火旺是曾经败在自己手下许道长的徒孙。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林火旺也不甘示弱，立马协助翠玲与之战斗了起来。魔道士的修为不可谓不厉害，接连施展各种招式和阵法，但在9天玄女和神明关系户的帮助下，终究还是不敌。他再次疑惑地掐动坤诀，却怎么也没算到自己会被揍。原来当初许道长早在20年前就已经确定了会是这样的结果，因为道长打断了魔道士的无名指，他拿什么来算？拿头来算吗？这时林火旺也来到了这里，本想询问更多的真相，魔道士却觉得火旺不够身份和他说话，随即立马施展遁术逃走。在其消失的位置，林火旺发现这里竟然埋有阴符。见到这种邪恶至极的魔法，火旺当即开始请求神明的帮助。只见他念动口诀，随即往地上一拍，一阵金光在地上乍现，天空中出现一道圆形裂缝，一柄巨大无比的七星剑随之出现。七星剑插入地面那一刻，庞大的能量将阴符内的邪气全部清除，剑身上随之浮现出了发生火灾的鬼王大楼。第一次使用七星剑的火旺也在惊讶出现的异象，或许是因为玄女的帮助，使得翠玲也看见了眼前这把大宝剑。在解释了这把宝剑的作用以后，林火旺回想起了刚才那名魔道士，他本误以为这人就是翠玲的债主，但现在看来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正在犯愁之际，林火旺突然感受到了前方还有阴符的存在，这很可能有翠玲债主的线索。于是火旺继续用分灵跟着他，翠玲则继续向着阴符的方向赶去。可就在他来到一处祠堂的时候，却看见一个小鬼扒开了窗子，还没从惊讶中回过神，另一只小鬼已经死死地抱住了翠玲的腿。眼见更多的小鬼袭来，火旺当即帮助翠玲强行挣脱了束缚。而祠堂中也走出了一个老太婆，原来正是她培养了这些小鬼。老太婆一眼便看中了翠玲的美貌，于是有了想要利用翠玲制造更多小鬼的想法，还说到鬼王对她老太婆有恩，这才答应了魔道士来此镇守。见这个妖人还在出言不逊，火旺显然有点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可始终碍于不能亲自参与这件事，让他心里非常憋屈。大战一触即发，翠玲只能一边应付小鬼，一边寻找老太婆的破绽。可老太婆却伸出一双大手，将她拖入了幻境之中。眼前的黑雾中，老太婆迅速逼近，翠玲只能开始逃跑，但这里的长廊却在不断旋转，稍不注意就会跌入无尽的深渊，甚至地面还在不断的上升。就在老太婆即将抓到翠玲的时候，一阵金光浮现，林火旺终于及时赶到，顺手便将其揽入怀中，没有丝毫犹豫，他当即念动口诀，随着话音落下，数团火球出现在林火旺四周，并迅速向着老太婆砸去。剧烈的爆炸过后，幻境被轻松破解，二人缓缓地降落到了祠堂。老太婆本想就这样逃走，但却意识到鬼王对她有过救命之恩，她也不想这一世欠人情了。
了，于是有了同归于尽的想法。与此同时，灵火王也从远处走了过来，身后地藏王的法相隐隐浮现。老太婆这才意识到别人请了代练，海他喵是通天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种的不能打，我走。灵火王没有过多计较，当即再次召唤七星剑，清除了这里的邪气。而剑身上浮现出的画面是一个父亲正抱着自己死去的2个孩子失声痛哭。而灵火王也意识到了这些被埋下的阴符都有人在镇守，似乎是想要阻止他人闯入。翠灵也对这些异象有感应，看来只要破除所有阴符，自然会找到救翠灵妹妹的方法。在火王的指引下，翠灵再次向着西北方前进，来到了一间即将坍塌的破庙前。火王也在此时感应到了强大的磁场，仿佛是印证了这一猜想。庙中的关羽像动了起来，此时的关羽像红面獠牙，显然已经是被邪魔附身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阴符。无奈之下，火王只好暂时接管了翠灵的身体，并与之战斗了起来。因为是同向的原因，手中锋利无比的宝剑每砍在其身上都会震得翠灵虎口发麻。饶是如此艰难的战斗，在2人默契的配合之下，还是成功的战胜了这个可怕的对手。火王随后来到这里，再次召唤七星剑，清除了邪气。而这一次的画面，则是之前那个在大火中痛失2位孩子的父亲选择了上吊自尽，并说自己一定要留在阳间，等到他们一家团圆的那天。因为自身的怨念，这才导致他死后走火入魔，丧失了人性。没想到见到这一幕的吕翠玲却晕了过去，这也让他在昏迷中再次回想起了自己生命垂危的妹妹。虽然痛苦，但妹妹还在试图安慰姐姐，甚至还在回忆姐妹2人曾经美好的过往。正是因为这一幕，让吕翠玲从昏迷中醒来，并燃起了想要拯救妹妹的强大信念。如今所有的阴符都被破除，不远处也传来了某种怪物即将出世的征兆，看来所有真相也即将浮出水面。顺着邪气和怪物的咆哮声，翠玲竟然来到了火王曾被鬼王抓走的那栋大楼。自从经过了那件事后，庙公老爷子就再也没让火王靠近过这里。然而就在大楼前，那个魔道士正在布置阵法，他也发现了来到这里的翠灵。为了一雪前耻，魔道士当即念动口诀，开始施展大型傀儡术，能量不断在他施法的过程中汇聚，形成了由4方旗帜组成的阵法。8方枷锁瞬间出现，并冲进了大楼之中。随之而来的就是鬼王再次重现人间。就在魔道士对鬼王大声密谋的时候，鬼王直接就是一巴掌结束了这位魔道士罪恶的一生。可当他看向翠灵，却不由得愣在了原地。但在犹豫片刻之后，鬼王依旧对翠灵发动了进攻。好在关键时刻，火王帮助翠灵躲过了致命的一击。可翠灵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，终究还是被鬼王打翻在地。就在鬼王准备痛下杀手的时候，一团火球强行打断了攻击，而灵火王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前方。他知道冤亲债主必须自己还，但见死不救那就是天地不容。鬼王已经走入魔道，失去了本性，既然已经会杀人，那自然也没救了。灵火王当即召唤一朵莲花，将翠灵牢牢的护住。他也不再管什么冤亲债主，一切的后果将由他自己承担。今晚他就要新仇旧账一起算，势必要让其魂飞魄散。关将士，曾将军，起驾！鬼王也因为这些话被彻底激怒，立马向着灵火王攻去。随着一阵金光迸发，与鬼王体型相当的曾将军轻松便挡下了这一击。这一幕让鬼王回想起了自己的棺材板，不等他反应过来，曾将军直接反手就崩掉了鬼王的一颗牙，再次脚踏钢步，大慈大悲南无加特林就那样怼在鬼王脸上疯狂输出。随后曾将军扔出了一副枷锁，死死地铐住了鬼王的双手。在恐怖的最后一击下，鬼王被打回了最初的模样，并逃回了自己的棺材之中。灵火王没有丝毫犹豫，当即跟着跳了进去。和上一次他被鬼王抓进来已经不一样了，这一次他可是请了曾将军，科技与狠活版，鬼王的手下根本无法阻挡这种降维打击。灵火王轻松便追上了万念俱灰的鬼王，鬼王也正是那个失去2个孩子的父亲。紧接着灵火王将其魂魄逼了出来，并强行读取了鬼王魂魄中的记忆。原来当初火王的母亲曾和其他村民逃到了鬼王所在的大楼，就在他们各自纷纷写下遗书的时候，鬼王出现了。他本想将这里的村民全部吃掉，但或许是眼前婴儿的啼哭让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孩子，鬼王由此心生怜悯，于是便放过了这些村民。但婴儿的啼哭却吸引来了大批的士兵，而鬼王的身影却瞬间出现在了大楼之上。面对向自己射来的子弹，鬼王没有任何反应，挥手间便将其全部赶走。随后他的身形便引入了大楼之中，火王的母亲和其余村民也都因此得救。也就是说，火王的母亲可能还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一刻，火王也不禁手软了，而翠灵也在此时苏醒了过来。当鬼王抬头见到翠灵的瞬间，他的七孔开始流血，因为翠灵正是他前世的女儿。这一刻，鬼王等得太久了，久到他的怨念已经影响到了这一世的翠灵姐妹。如今鬼王最后的念想就是见一次小女儿。看到鬼王如此可怜，于是火王将她带到了小女儿的面前，看着眼前卧床不起的小女儿，鬼王心里那是无比的痛苦和自责。突然间，他想到了能够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件事，那就是让身为父亲的自己来为女儿承受这份痛苦。他轻轻地捧起了女儿的手，将自己最后的灵魂全部给了她。就在鬼王将要消散的前一刻，小女儿将手掌温柔地放在了父亲的脸上，翠灵也过来牵着父亲的手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鬼王在这一刻彻底释怀了。或许这也是在他
他临走前最大的安慰吧。故事的最后，灵火王收拾东西准备回到地藏庙，他看了看正在鬼王大楼前交谈的姐妹二人，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因为得知了母亲还在世的火王将要开始继续寻找母亲的漫长生涯。如果想知道火王是否找到了自己的母亲，可以去看我置顶的打鬼第3段剧情。我是修篇狂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